这名18岁的女孩用人的头骨做了一个项链，然后呢戴在自己的脖子上，而这项链上的头骨属于她的一名同学。没错，她残忍地杀害了一名同学，并且取下了一块头骨，然后做成了项链。她长着一张天使的面孔，但是呢却做着魔鬼的事情。最终她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死刑犯。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来讲用头骨做项链的恶魔女孩。1976年3月10日，一名女孩出生在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她的名字叫做派克，她就是今天我们故事的女主角。在派克还没有满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抛弃了妻子和女儿，和别的女人成立了新的家庭。而派克的母亲汉森是一个瘾君子，每天除了喝酒就是吸食违禁品，根本就不管年幼的派克。所以呢，派克从小一直都跟着自己的外婆来生活，外婆非常疼爱他。派克和外婆在一起生活那段日子可以说是派克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呢，在12岁的时候，派克的外婆因为癌症去世了。当时只有12岁的派克只能找自己的父母。派克的父亲格林派克呢，坚决不要派克，要和他彻底断绝关系。派克只能找自己的母亲汉森。虽然母亲也不想要这个拖油瓶，但最后呢，还是同意收留女儿派克。但是母亲还是像以前一样整天就是和不同的男朋友一起喝酒、玩乐、吸食违禁品。他为派克做的呢，仅仅是给一口饭吃而已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派克的成长和学习。更要命的是呢，这个当妈的竟然让12岁的女儿陪着他一起吸食违禁品。因为派克母亲怀孕的时候大量饮酒的原因导致派克一出生就是大脑额叶损伤，先天患有癫痫病，而且还增加了将来患有躁郁症的可能。曾经有一次派克癫痫病犯了，而他的母亲根本就不管他的死活，照样出去找男朋友去喝酒。派克10几岁的时候遭到了邻居的性侵，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之下，邻居最终被警察给抓走了。而派克的亲妈知道之后呢，第一时间不是安慰派克，而是训斥派克，并且给警察说女儿在撒谎。母亲的那些男朋友有时也会暴力殴打或者欺负派克，而派克的母亲对此是不闻不问。可以说，一般人养一只小猫或养一只小狗都比母亲养派克用心。在跟着母亲生活的那段时间呢，母亲是经常的搬家这导致派克需要经常的换学校，没有稳定的生活，学习成绩也很差，高一没有读完就辍学了。在派克母亲的眼里，女儿只是一个累赘她只是想尽快的将这个累赘甩出去而已。1994年，母亲为了彻底的摆脱他，将刚满18岁的派克送进了就业团。所谓的就业团呢，是一个为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的机构。年轻人呢，可以在这里免费的学习一些生存的技能，然后再参加工作。一旦派克在就业团里面学习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找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了。这样呢，母亲汉森就可以摆脱女儿，甩掉这个累赘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派克就在这个就业团里面，不仅没有好好的学习，而且还成为了一个杀人的狂魔。在就业团里呢，派克遇到了17岁的黑人男孩西普。西普温柔体贴，对他特别好，这让派克呢第一次感受到了被爱、被关心的感觉。很快的，两人就成为了男女朋友关系。然而童年的创伤造就了派克的性格极度的偏执，而且占有欲特别强。他非常关注男友西普，总是害怕男友被别的女人给抢走了。当他感觉到另一位19岁的女同学科林可能对西普有好感的时候呢，他的内心的恶魔被彻底的唤醒了。派克开始对科林疯狂的霸凌，他会在人群当中猛地推她，想方设法的找科林的麻烦甚至深更半夜站在科林的床前死死地盯着他，这可把科林给吓坏了。不堪折磨的科林曾经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求助，想要离开就业团，但他的母亲劝他说还有2个月就毕业了，让他再忍耐一下。而科林的这份忍耐在派克的眼中成了做贼心虚的表现，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的脑中滋生，他要彻底的除掉科林。1995年1月12日晚上8点派克以讲和为名，在男友西普和好友毕德森的帮助之下，将科林骗出了就业团。他们一起走到了偏僻的泰森公园。一到公园里，派克就撕下了伪装，他和男友3人开始将科林按在地上殴打，并且逼问他是否暗恋着西普。
科林回答并不喜欢西普，压根对他没兴趣。而派克认为科林是在狡辩，偏执的性格让他更加的暴怒，打得更狠了。他还让科林脱掉上衣，然后呢，派克抽出随身带的2把刀，朝着科林疯狂地捅刺了300多下。法医后来的报告当中指出，科林身上的伤，包括胸口一个五角星形状的一个割伤，都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用刀给弄出来的。最后呢，派克玩腻了，捡起地上的一大块沥青，狠狠地朝着科林的头砸了下去。科林头骨碎裂，倒在了血泊当中，不再动弹。整个过程这样讲述起来其实感觉很快，但根据之后的调查呢，为了让科林承受更大的痛苦，派克呢故意每一刀都没有命中要害，在科林清醒的情况下，整整的折磨了科林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才用那块大沥青结束了科林的生命。在之后的审讯当中，派克说，科林越是求饶，我越想让他闭嘴。派克用沥青将科林的头骨砸碎之后，还特意取出了科林的一块头骨作为战利品将头骨做成了项链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这个疯批的女孩当晚回学校之后呢，还兴奋地向同学炫耀，她说鞋上沾的不是泥，这可是科林的血哦。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995年1月1日的凌晨，一对夫妇晨跑的时候，在森林公园里发现了科林的遗体，并且报了警。警方赶到现场，因为作案现场并没有遭到破坏，留下了很多的线索。根据牙医记录，警方确认了受害者就是科林。然后呢，警方就开始到救乐团里去进行调查，很快就锁定了派克和其他的2个人。因为根据救乐团老师的口供，当晚科林、派克他们总共4个人出去的，但是最后呢，只有3个人回到了学校，科林并没有回来。另外呢，警方还在派克的房间里搜出了沾有血迹的牛仔裤，经过检测，上面的血迹是属于受害者科林的。警方还在派克的夹克口袋里面找到了用纸巾包裹的那块头骨碎片。根据法医的报告，受害者头骨正好少了一小块，于是呢，经过法医的对比，这小块头骨正是受害者缺失的头骨。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派克承认了杀害科林的事实，但是呢，对于他的审判却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即便被判了死刑，到了30年之后，仍然没有执行死刑。1996年3月22日，法庭开始对此案进行审理。法庭上，刚满18岁的派克哭的是梨花带雨，并且讲述了自己悲惨的童年，还哭着喊妈妈想要博取同情，想要将自己所有的罪行归结于不幸的童年。Mr. Bates, please hold him tight in the dock. Please hold him tight in the dock.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但很快，她写给男友西普的一封信彻底暴露了她的真实面目。信里面写道：“你知道我对科林有多好吗？我故意砸碎了他的脑袋，让他快点死，而不是让他流血而死，遭受更多的痛苦。”信中呢，他还自称是善良的小恶魔。再加上派克作案之后向同学们炫耀这些都证明了派克作案前后都没有任何的悔意。他在法庭上哭泣只是为了博取同情而已。1996年3月30日，法院宣判派克谋杀罪名成立，被判了死刑。他成为了美国恢复死刑之后年龄最小的死刑犯。科林的男友西普在审讯当中承认了科林身上的五角星有一半是他刻上去的。要知道那时科林还活着，是清醒的状态。因为当时西普呢是只有17岁，没有成年，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彼得森当时只是帮忙放哨，案发后转为了污点证人，指认派克，最终呢被判了6年缓刑。I'm 22 years old and this is it for me. And there's just so much more t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than be sitting in a room by myself 23 hours a day. I should be out going to school or working and having fun with my friends. That's my mom and my stepdad. My cat Tigger, I just love him. I love my dog Ed. These are the only kind of stuffed animals we can have because we can't have the ones that are stuffed with things in them. They think we might hide something in there. 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派克表现的就像一个乖乖女一样，实际上她非常的危险。她在监狱里并不消停在监狱里她曾经差一点就杀掉了一个人。
2001年的8月，派克所在的监狱发生了火灾，于是呢，派克被安排和其他2名女囚犯关在一起，他们分别是娜塔莎和琼斯。有一天，娜塔莎和琼斯发生了争吵，他们发出的噪音呢，吵到了派克。派克突然拿一根鞋带死死地勒住了琼斯的脖子，差一点就把他给勒死了。多亏了狱警及时赶到，才没有发生意外。事后呢，派克因为谋杀未遂增加了25年的刑期。不过呢，这对于被判了死刑的派克来说根本就不在乎。之后呢，派克就成为了监狱里的危险人物被单独的关押，经常被戴着手铐，就算是狱警看到他都会非常的小心。派克呢还曾经试图越狱。派克通过写信认识了一名笔友，笔友的名字叫唐纳德也不知道派克使用了什么方法，让唐纳德对他非常的痴迷，甚至他贿赂了一名叫做贾斯汀的狱警，想要帮助派克越狱。结果呢，越狱计划提前暴露了，唐纳德被判了7年，那个狱警被开除了，而派克呢因为证据不足逃过了这次审判。派克入狱之后呢，他的律师一直以作案时刚满18岁、童年悲惨、患有心理疾病等等这些理由不断的上诉。因为这个原因呢，一直到现在为止，派克已经49岁了，还是没有被执行死刑。但在2025年9月30日田纳西州的最高法院对派克签发了死刑的执行令，决定在2026年，也就是明年2026年的9月30日正式执行死刑。田纳西州默认的是采用的注射死刑，但是派克在1999年被判刑的时候呢，判的是电刑，坐电椅。所以呢，派克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可以自己选择一个方式来离开这个世界。回顾派克的一生，他被父母抛弃，遭遇虐待和性侵，这些经历呢，就塑造了他扭曲的人格。然而，这些所有的伤害，他和科林又有什么关系呢？派克原生家庭的创伤不能作为他伤害他人的借口。派克就算是到了明年被执行了死刑，但他毕竟活到了50岁，而科林呢，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他的生命永远被停留在了19岁。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感谢收看，别忘点赞，我们下期再见。